医学要解决问题，不能只是诊断，不能只是停留在诊断的层面，还要进行治疗。而在治疗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呢，就是药。我们后面就来对比一下药这个要素。中医呢一直取材于自然，这和近代的西医不太一样。中医在用药上真的是坚持了相信自然的力量这么一个原则。要想知道那些花花草草、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对哪种疾病有用，中国人真的是无私的贡献了自己的身体，乐此不疲的做了好几千年的小白鼠。那全世界的人，我觉得真的都应该感谢地球上还有这么欲勤大胆的实践者。但是成果呢，有多少让人有点扼腕。看过中医的主要要点的人，其实都有几个同感，就是很多要点非常的不规范。怎么个不规范法呢？第一，药材的描述不够准确，很多命名呢比较依赖当地的俗名，也没有比较系统和高规格的插图去对药材的形状还有生长环境进行描述。这些呢都可能导致药材在采集过程中出现错误。我们来看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这是在《本草纲目》里对葱和蒜的识别图。试想一下，拿着这两个图，让您家里的可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去根据他的这个图从野外把它挖回来，估计能让你哭晕在厕所里，对不对？再看另外一个图，右上角的这个罗勒，你能想象出来这个罗勒叶是现实中的这个图，或者是这个图吗？其实呢，举这些例子呢，只是要发出一个灵魂拷问：我们有多少药材的使用，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包含进了多少谬误？这些谬误呢，有多少得到了刊物，又有多少谬误被今天的我们依然在乐此不疲的使用和传播着？第二个不靠谱呢，就是在药物的作用只做了药物性味归经的分类。什么是性味归经？就是中医会根据药材的质地、气味、味道、颜色，包括它在位于植株的某个部位，来对其作用进行大致的分类。比如我们经常听到的补气助阳药、活血化瘀类，或者说清热燥湿类。那么对药物功效的这个记录呢，它又是比较注重和症状之间的连接，而且很多症状的连接呢，也来自于民间的信息收集。那我们知道，症状其实是需要归类和辨识的，因为很多病它的症状可能是相同的，而我们现在所常用的这些中医的要点，他们并没有对症状的辨证归类进行一个系统的分别，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同一种药，不同的药点对它作用的描述可能是完全针对相反的症状的。这就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一般没有什么悟性的医生，他也不太能辨别为什么。同时呢，在同一大类药里边，比如说清热燥湿类药里边，在哪些病下会用哪个药为首选会比较理想？那以及为什么这些问题呢，也没有科学的论证和实证的基础。当然，我们这里也顺便提一下，植物药学呢，目前在全球发展里边也存在的一个缺乏系统的标准体系，这么一个制约它发展的一个瓶颈，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然后呢，我们就来看看西药。西药的一味药的上市要经过多少药代动力学 PK/PD 的这个检验，贡献出很多小动物，以及说了很多道理，才同意做这种 try 的病人案例。相信学药学的人都知道这一点。这一点呢，中医真的不够严谨。想想，因为不严谨呢，我们其实错过了很多可以记录和整理的环节。这些细节，也许今天会给你那些喜欢发现和探索的人很多灵感呢，但是我们偏偏没有。其实呢，西药的研发过程呢，其实也有很多槽点了。从病理模型的建立，到定义靶点，再到生物标志物的定义，以及到化学合成物的候选名单，甚至测量和观察这些生物标志物的方法和标准等等等等，需要改进的环节其实真的还是挺多的。
那么简单来说，西药和中药的区别呢，就是西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小心翼翼地捧出一个很危险，但可能挺管用的异物体，然后千叮咛万嘱咐的说要迫不得已的时候再吃。因为我们的这个病理模型呢，和实际病理可能有很大差别。而中医呢，就是几千年来我们做了很多活体实验，却依然在稀里糊涂的吃着各种看似有用，但实际可能没用，甚至还有可能有危险的各种花花草草。在药这个话题里边，还有一个不能绕过去的吐槽话题呢，这就是这些年随着道德堕落，也导致了中国的中草药种植业和制造业的沦陷。各种原材料农药、残药、重金属超标或者有发霉以次充好的现象，其实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还有一些打着中成药的旗号，干着西医的高端的混装中成药，这一点呢，在百度上搜一搜，能让你发指好几天。说到这里呢，我们还要说一下，全球范围内的这个 Phyto Medicine， 就是我们说的植物药的生产厂商，中国的那些有名有姓的大厂，不管是从原材料的使用的广度、剂型的丰富，包括销售额的量级，都瞬间吊打全球别的国家，甚至包括像拜耳制药这样的大厂。那么高兴完了呢，我们也要扶着墙哭一下，就是我们的中草药呢，依然还是只局限在国内市场消费的层面。你可能就要说了，我们的市场就够大了，还用什么开发什么海外市场？那么可能资本家可不这么想了，出不了国，出不了海呢，也恰恰反映了中药的产品呢，在国内其实都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规范的现状。这套规范呢，包括药物的药理毒理、用药安全，包括制药环节的工艺标准等等因素。海外植物药的发展呢，比较领先的其实是日本、欧洲还有印度的一些药企。这些老外呢，用西医的钻牛角尖的方法呢，愣把某些草药的有效成分给折腾出来了，而且还进行了定量实验。你可别笑别人，因为他们虽然目前处理的植物种类还比较单一，转来转去就是那些诸如姜黄素啊、薄荷啊、菊花，还有人参等这些明星原材料。配方也正在从单方向复方的路上发展，尤其是那些复方的方子和我们的相比，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但是他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科学这东西呢，最怕的就是较真。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发展出来一套完整的量化理论来论证疾病。那如果那一天的到来呢，植物药这个也会迎来新的突破。另外值得一说的是，随着这些年生物药的发展很多西药的原始成分也开始寻求天然的来源。大家知道的，比如说抗流感的1号用药达菲，它的主要成分呢，其实就是八角里边提取的某种生物化合物的中间体。还有紫杉醇也被广泛的用于对抗乳腺癌的靶点药物里边。